係個網友嗱，呢條片講比亞迪嘅嚇，我其實就係一路都有預警，比亞迪將會走上極大嘅困難。咁而家呢樣嘢咧係證實咗嘅啊。好啦，嗱啲湯非常抵嘅，係從來未試過嘅，88蚊3包啦。好多人買嘅呢隻 Q10，你如果唔買，你一定要試下，係增進你嘅能力、體力嘅。呢個係個人精力啊，即刻好咗好多。可做運動啊，嗰啲持久咗好多，做嘢持久咗好多。488蚊，其實好平㗎嚇，好平㗎，因為食4個月。比亞迪2026年1月21萬架，跌咗30%，係2年來單月最大嘅跌幅。呢個係連續第5個月下跌，第1個月下跌，我已經同大家講㗎啦。結果佢一年跌咗5個月，結果股票大跌啦，當然係呢個係一日跌8%，拖動整個新能源板塊下跌，小鵬、蔚來都跌6%。投資者對於中國電動車係產生嚴重嘅質疑，即係咧坦白嚟講，中國嘅電動車咧要執咗大半先得嘅，最後咧剩翻幾間廠嘅啫，根本咧咁多電動車廠咧係唔能夠生存嘅。呢個係2026年車市係非常殘酷，因為我睇住佢由2020年開始就減呢個銷售稅，呢個係唔收銷售稅，開始刺激。其實咧就一路，然後佢就舊換新，有新能源補貼，所有招數用晒，谷個車市係持續地谷咗5年6年，終於係透支晒嘅個車市，係咪啊？大家睇下佢係點樣，由95蚊呢度一路跌落嚟，跌到80個7毫半嚇。我哋用第二個表嚟到睇，嗱呢個咧就係佢嘅高峰啦，去到140幾蚊，189個7毫半，呢個就係。我哋睇下佢嘅盈利啊，佢係咁樣樣嘅，去到呢度咧就係巔峰，2024年呢個時候咧係巔峰，淨利率咧達到5%，呢度仲加保持到78億嚇，其實咧已經好勉強。有幾把刀斬向佢嘅，其中一個就係乜嘢呢？其中一個就係佢再唔可以咁樣拖嗰啲供應商嘅數，佢一向靠拖供應商嘅數，而佢嘅經營方法呢，係要嗰個銷售不停增加先至得嘅。個銷售唔增加呢，個成本呢就越嚟越貴嘅，就大鑊㗎啦。佢係賺好少錢嘅，佢其實每架車賺好少錢。即係你舉個例啦，呢個就算最好賺400億啦，400幾萬架車一架車賺唔到1萬蚊呢個人民幣嘅。而家佢賺唔到1-2%，而且呢啲咧仲係靠補貼嘅。2025年10月底，中國好多項新能源車補貼計劃到期啦，大量需求，舊年底買咗。已經谷到盡咗，舊年底1月開始收翻5% 購置稅，呢個係咁咧就係要每個人使多幾千蚊喎。嗰啲喺中低價車嗰個衝擊咧更加嚴重嘅補貼機制由固定金額改為車價掛鈎，本來譬如每架車一齊俾1萬蚊人民幣，咁而家唔係，貴嘅車補貼多啲，平嘅車補貼少啲。比亞迪嘅車咧，一般係平嘅，所以就蝕底啦。比亞迪銷路崩盤嘅時候，吉利賣到27萬架。比亞迪喺過去2年就係中國嘅汽車銷路冠軍，其實就係佢之前咧就取代咗呢一個大眾啊，取代咗福士啊。因為咧嗰陣時咧幾年前咧就一定係汽油車係 ICE car 咧賣得最多，佢飆咗上嚟，而係 ICE car 嘅銷路咧跌咗一半，所以佢變咗過去2-3年佢係整體銷路嘅冠軍，而家被吉利取代咗嚇。
當然啦，吉利唔係全部新能源車，佢仲係有呢個吉利同埋 Volvo 啊嘛，呢個係財政補貼結束，唔係銷量下跌嘅唯一嘅理由。呢個份額由比亞迪流咗去其他嗰度。比亞迪你一陣就睇下，其他人係冇跌得咁犀利。中國整體嗰個車嘅銷路咧，仲係有輕微增加，但係咧就係嗰個新能源車嗰個份額咧喺1月咧就減少翻一啲。吉利旗下銀河系、極氪、蠶食本來屬於比亞迪同海洋系列嘅潛在買家。吉利係好犀利，你唔好低估呢個吉利。呢個吉利做車係遠遠比比亞迪成熟嘅。比亞迪兩種車嘛，一種咧就皇朝啊嘛，一種就海洋啊嘛。呢個咧就係海豚啊、海豹啊、海狗啊咁，佢佔佢銷路90%嘅。呢啲中低階段車，佢開始個技術咧係完全冇領先，呢個係越嚟越個競爭犀利。佢開頭咧就係佢因為自己做電池啊。佢係喺2021年嗰陣時崛起，比亞迪崛起得好犀利。我一陣解釋俾你聽。呢個比亞迪嘅3電技術係領先嘅，因為佢做電池，控制個電池呢個控制個電機同埋控制個電動引擎3電。呢個而家咧呢啲技術咧冇優先。1月就推出咗長續航版 PHEV 喎，但喺插運市場。嗱，呢一個係呢個插運市場啊，喺過去呢個月唔係，呢個月係電動車跌得仲犀利。早幾個月咧就係插運跌得仲犀利。點解插運跌得犀利？嗰啲人開始唔買插運，係買電動車。買插運咧就主要個好處就係對里程憂慮嘅減低，但係咧佢其實插運咧係好多時咧要燒電汽油，係慳唔到錢嘅，比起用電咧係貴嘅，同埋咧維修保養咧係貴嘅。插電式混合動力車曾經係比亞迪佔領市場嘅殺手鐧，佔到銷路一半但1月咧跌28.5%，佢跌到得3-4成㗎啦，本來係超過一半嘅。嗰陣時比亞迪起得好犀利咧，就係出插運車，即係插運車咧就分為2種啊，插運同埋增程啊。咁插運車咧就係技術上複雜啲嘅，即係咧佢係會切換係由汽油行啦，喺唔同嘅情況係用汽油動力啊，還是電池動力。增程式咧就全部行電池，嗰個油咧係愛嚟叉電池嘅啫。隨着消費者對純電動車續航焦慮嘅減低，係早幾年對嗰個行情焦慮重啲嘅。其實而家好少對里程焦慮嘅，而且大陸咧起好多呢個插電站，呢個係，所以咧大家冇憂慮咧，你梗係買電動車啦。成架電動車咧個體驗係唔同嘅，舒服好多，而且叉電係平好多。尤其是大陸好多地方自己屋企有地方叉電㗎嘛，尤其是鄉村地方，冚唪向高端純電或者最平嘅增程式。長城、奇瑞喺插運技術上嘅跟進，佢再冇呢個獨立市場。即係坦白啲嚟講，如果要做呢個插運啊，呢個當然係 Toyota 犀利啦。呢個就係 Toyota 伸翻隻腳落嚟啦。你邊夠佢做啊？佢個 Prius 做咗成10幾20年。佢舊年咧就下調460萬架，本來係500幾架，將個銷路下調到460萬架。嗰年我哋報導咗嘅，因此降價促銷就損害咗單車利率同品牌嘅性格。美國 TipRank 話價格戰對利潤率嘅衝擊係比亞迪最大壓力。基本上我可以話俾你聽，呢個係吉利講嘅，佢話全中國冇人
做電動車可以賺到錢，即係如果冇補貼嘅話，全部都係蝕本嘅。如果冇政府輸血咧，持續嘅價格競爭導致車企資金鏈緊繃，研發同擴張能力咧就受限。即係如果我估計啊，呢個比亞迪啊，每年係有成即係200幾萬嘅補貼。如果佢賺錢少過200幾萬咧，佢其實就即係冇錢賺，即係蝕本。巴郡舊年9月已經賣晒所有嘅比亞迪啦，好叻。咁跟住比亞迪咧跌咗40%嚇。咁呢次咧就巴菲特好叻。當然啦，佢買咗蘋果啊嗰啲咪大鑊咯，係嘛？佢買咗西方石油啊都係大鑊咯。小米1月份交4萬架。嗱，小米過去3年啊，係喺2024年開始推出。呢個小米又係一個奇蹟嚟㗎。第1年就賣咗已經超過10萬架，然後3年咧就去到40萬架嘅 level。呢個係非常叻，我一定要講係非常叻嚇。但係咧呢個小米啊，又係有好大嘅問題㗎。佢係個售後服務好差，個品質咧亦都係唔好。但係咧邊個敢話親佢咧，佢就告人嘅。呢個係嚇。零跑喺比亞迪大跌嗰時有27% 增長，但係全部係好平嘅車。有啲人去鬥好平嘅車，嗰啲好平嘅車咧銷路大，但係唔值錢嘅。即係一早幾年前我已經講過50宏光嗰啲幾萬蚊一架嘅，嗰啲咧就係續程里行好少嘅，喺城市入邊愛嚟做穿梭嘅。蔚來同小鵬都令人失望啊！股價跌幅甚至超過比亞迪，成個中資新能源車塊慘烈洗牌。邊間會唔執笠嘅問題嘅啫？其實呢幾間係呢個，我覺得蔚來係第一間執笠嘅，蝕得好緊要。小鵬咧就有一啲好處嘅，就因為佢將佢嗰啲佢嘅軟件啊係授權咗俾福士用，福士咧就有筆錢俾呢個小鵬，而且小鵬咧就換咗領導層，所以啲車咧就跑翻上嚟。蔚來咧就出咗一種平價嘅車款，所以咧個銷路上一上，但係維唔維持到咧好大問題。嗱，呢一個係呢個整體銷售，吉利升12%，比亞迪一間跌咗30%，奇瑞升18%。嗱，奇瑞咧主要係出口嘅，呢個係主要係出口嘅。奇瑞係上海大眾、廣田、豐田，嗱呢啲咧因為舊年賣得少，所以上咗嚟5萬架。呢個上汽呢啲係傳統車廠，小米呢一個零跑，理想理想跌得好犀利，理想跌得好犀利。理想長期咧就係跑第2㗎喺新能源車，但係佢主要都係做插雲嘅佢主要做平價嘅插雲嘅。咁後來即係貴比較，但係佢扮高級，其實係插雲車嚟。轉做電動車咧，佢係唔係咁成功嘅？蔚來唔使講啦，呢個小鵬啦，呢啲咁樣嘅銷路，呢啲咁嘅銷路係唔得嘅。即係你如果唔做到70-80萬架咧，一年咧，你係冇嗰個 economy of scale， 你係好容易長期蝕本嘅。面對國內需求枯竭咧，比亞迪想出口下，1月突破10萬輛，同比增加50%，佔總銷量嘅一半，咁犀利。如果係咁咧，我可以話俾你聽咧，呢條數係假數，因為1月條數咧太過差啦，於是佢夾硬運啲車出去，呢個就係呢個2026年啊，就係原本咧就係定160萬架嘅。佢而家咧降到130萬架，出口強勁啊！其實係灌水嘅，呢個係1月海外發貨量已經下跌25%，好多貨喺外國堆積咗，佢係呃咗俾啲刁乸，或者俾啲刁乸聽唔收數，咁樣嚟到發水。1月出口環比下跌24.6%，即係咧佢同比舊年咧1月咧就好。
但係比起12月咧就撲街啦，呢個就係啲媒體啊刻意忽略，其實出海勢頭係跌緊嘅，海外增長補唔到國內嘅萎縮嘅，呢個係本來話160萬架降到130萬架，如果佢20幾萬架仲有10萬架去海外嘅，佢真係撲街呢個各國一路咧就會增加對中國電動車嘅稅㗎啦，泰國又增加咗咯，除咗歐洲之外，歐盟反傾銷反補貼，呢個比亞迪嘅關稅係高嘅，但係最近可能達到 agreement， 就即係變咗係自動限嘅車嘅賣價就唔收你關稅。呢個蓋世汽車研究咧，歐盟如果對插運車加招反補貼稅咧，就直接重創佢㗎。淨係電動車插運式冇加反傾銷稅。同 Tesla 喺德國有工廠唔同，佢喺歐洲嘅供應鏈係靠中國入口嘅。由中國入口，我可以話俾你聽，你由中國運架車過去已經要萬幾蚊，而歐盟嗰個安全標準同中國唔同嘅。唔係同一樣嘢嚟㗎，去歐盟架車咧係唔係同中國架車唔同嘅，係安全好多嘅。譬如佢嗰啲車用晶片咧，一定要用歐盟規準嘅車用晶片，呢個就係嗰啲安全標準唔同啊。為咗規避關稅，比亞迪被逼喺匈牙利、巴西、泰國、土耳其整生產基地。我講俾你聽。巴西已經彎咗，俾巴西工會告佢喺巴西將嗰啲中國工人當奴隸使用。匈牙利係話起廠，但係你睇下點啦？呢個就係呢一個係泰國加咗佢5% 關稅，呢個就係你試下去第二度起廠，佢嘅新廠本來係講今年啟用，但當地嘅供應鏈同昂貴勞動力成本。你去到你就要由中國進口嗰個汽車零部件，咁呢一個咧就係好昂貴而遙遠，而且咧就喺匈牙利咧嗰啲人嘅態度工會嘅態度咧都係唔同嘅，佢面臨嚴重嘅文化衝突同合規挑戰，係唔係融入到入去咧？唔係咁容易嘅，呢個係。雖然中國係全球最大嘅汽車出口國，呢個係嘅，但係剔除咗政府補貼之後咧，其實咧賺唔到錢。中國去到急速地就係中國汽車出口超越咗日本喺2年前，而家700萬架車年。其實咧新能源車100幾萬架，大部分係汽油車。就點樣咧？就即係嗰啲。好少中國車賣到去外國嘅，除咗吉利同奇瑞2間之外，多數就係嗰啲福士GM 嗰啲 Toyota、Honda 喺中國做嘅車，因為成本平賣去外國。中國所有能源車加埋唔夠一間豐田賺嘅錢，賺唔到1%拉勻。呢個係 after 津貼。呢種量大而利微嘅模式係非常之危險嘅因為你冇錢去更新，賺咁多少錢咧？你冇錢做 capital investment 啦，同埋 R&D， 你要持續靠政府嘅補貼。比亞迪引以為傲嘅刀片電池喺能量密度同低溫表現已經達到上限。我唔可以咁講。但係刀片電池係冇優勢嘅，佢刀片電池嗰個原理咧就係唔使一格格間開晒佢，可以擺多啲電池咁解。但係咧佢大鑊在咧，如果一有乜嘢要整嗰時咧，係成格要攞出嚟。人哋嗰啲係 model 形勢嘛，即係一組啊嘛，抽一組。佢唔係嘅，佢一撞咧。就要差唔多要換晒嘅，呢個係刀片電池，而且呢個結構上因為冇咗嗰啲電池嗰啲
包裝嗰啲壁嚟到支撐，佢嗰個受力冇咁好嘅，所以呢一個比亞迪嘅車嘅內燃咧係好多嘅，呢個係燃燒好多嘅。智能駕駛，比亞迪遠遠落後。呢個點解佢要做到 R&D？ 佢而家追緊上嚟，咁就要使好多錢。你哋而家研究呢個自動駕駛同埋呢個智能座艙軟件更新係要使好多錢嘅，呢個係嚇。於是佢被逼通過增加硬件配置嚟到換取智能化嘅假象，呢個即係擺 LiDAR、擺微波電池落去，咁樣呢架車咧就更加貴啦。中國電動車嘅行業大概係中國電動車係只係用到產能嘅40%，嗰60%咧可以供應晒成個歐洲。點解呢？就因為地方政府個個都津貼人哋做電動車，比亞迪係瘋狂擴展嘅生產線。嗱，我未曾見過間公司擴展得咁犀利嘅，歷史上未試過有間汽車公司可以由10零20萬架喺3-4年內變咗幾百萬架。佢係點呢？佢係起好多工廠嘅，大量人力密集嘅，將個整車嘅程序咧分到好細好細，所以咧唔使技術工人。比亞迪知唔知有幾多人？100萬人。喺全世界嘅僱主入邊排第5。你起咗咁多工廠，如果嗰個銷路一跌咧，你就大鑊啦。因為個折舊同埋利息嗰啲咧係 fixed cost 嚟嘅，每架車負擔嗰個數目咧就係因為你賣少咗咧，每架車負擔個成本咧係增加，令你蝕本嘅。所以頭先我係曾經講過咧，比亞迪呢種嘅經營方式係要證明到係要喺銷路不停增加嘅情況之下，先至可以健康地運轉。當佢停滯已經大鑊，當佢倒退30%，非常嚴重。為咗消化產能咧，佢將嗰啲積存庫存賣去海外。其實好多係乜嘢？佢係好多係零里程嘅二手車，即係將一手車咧當二手車咧就賣去國外嘅。呢個就係2025年嘅銷售神話，第一銷售神話係透過高價補貼同優惠夾硬谷熱。2025年12月，佢因為要交條數谷到盡咗，係透支晒。1月回落早在預料之中，但跌幅去到30%，遠超所有人想像。呢個係呢種脈衝式嘅銷路波動，令到啲零件商唔知點做好。嗱，我再講俾你聽，佢如果銷路一走下坡呢，佢好大鑊㗎。佢嗰啲零件商就要加佢價㗎啦，唔能夠再咁賒貨俾佢㗎啦。比亞迪、王傳福2年前啫，我親耳聽見佢講無人駕駛係亂噏嚟嘅，唔會成功嘅，10年20年都唔會成功嘅。因此佢一路冇投資呢一個智能駕駛同埋呢一個智能座艙。而家咧消費者係好注重呢一個架汽車嘅智能。電動車上半場你整架電動車出嚟，講續航里數，講駕駛體驗；下半場隻架車有幾聰明。講聰明咧，佢係完全落後嘅。佢而家補貨，對方咧已經搞咗好多年，好難有競爭力。因此佢賣唔到高端車嘅。嗰次嗰個國內嗰個認車帝咧，係做呢個智能用呢個各種各樣撞車嚟到做測試咧。其實最聰明嘅咧，
但係當然係 Tesla 啦，7項入邊有6項做得到，其他就到邊個咧？就係到呢個華為啲車嘅呢個問界啲車嘅，其實，然後咧就到小鵬嘅，比亞迪咧係貼地嘅，係比亞迪內部車款喺價格、軸距同動力系統係好似嘅，互相殘殺。其實換個名改少少又多架車，秦拔同海豹06、宋蒲同海獅05係差唔多嘅嘢嚟㗎。消費者混亂嘅產品線中咧，產生品牌疲勞。呢一個係佢係用好多車款令你眼花繚亂。哇！要啲人揀，其實咧好多咧係自己競爭嘅，呢個就係依靠車海戰術，不停出變啲又出新車，變啲出新車，掩蓋產品創新乏力嘅做法，正在失效呢個佢係同 Tesla 嘅方針咧完全相反。Tesla 極少車款，極少車款咧即係點咧？做一款車嗰個量好大，所以 Model Y 係全世界最好賣嘅車，集中晒喺 Model Y 同 Model 3上邊。佢咧就做好多種外形，好多種車去俾你揀，呢個大包圍嘅策略。大包圍嘅策略咧就令你眼花繚亂，即係好似做食物館咁嘅。你越少餐咧，你就越做得好，但係啲人覺得你冇嘢揀於是咧你做多啲咧就多嘢揀，但係咧就好容易做得唔好，而且貴。而家咧理想嘅部分份額被定位精準嘅增程車企，俾理想搶走。理想唔係搶走，理想自己都跌緊。雖然海外售價高於國外，但你有遠洋運輸啦。你初去咧唔到某一個數量咧係冇可能賺錢嘅。你咧係要交俾人哋代理，嗰啲人咧就有，因為咧你要當地要整一個維修嘅網絡出嚟，整一個 CS 呢個服務咧，你係要俾人賺嘅，嗰啲錢係你自己去做分銷同售後網絡咧，單車淨利潤咧低到難以想像嘅。佢又想造船減低運費，整咗8艘滾裝船。哇！如果唔係大量運，你自己係整隻船，諗住慳皮，一隻船咧要運5000至7000架車，你根本冇5000至7000架車，咁咧就反而你嗰隻船咧個成本咧就不停差出嚟喎，呢個就係好蝕底喎。喺海外冇金融服務支撐，唔容易攞到汽車貸款，你嘅維修保養保險嗰啲嘢點？喺成熟市場好難同老牌大廠競爭，只係買一啲邊緣客戶嘅啫。比亞迪自己起大型運輸船，喺產能輸出孤注一擲降低，喂，佢覺得唔會俾你哋要挾我運一隻架車幾錢，但係呢啲咧係好重資本嘅，將固定成本推到極限。如果出口唔多嘅時候，政治放緩，呢個船隊就好大鑊㗎，日日坐喺度蝕本。呢個就係比亞迪 Tesla 喺全球範圍嘅銷路雖然有波動，但係佢擁有嘅單車利用率、極高嘅自動化率係有更大嘅降價空間。我話俾你聽，最新咧 Tesla 咧個4680電池有突破，呢個就係喺呢個陰極同埋兩極都係可以用乾化嚟到製作，咁樣咧係慳咗好多錢，同埋可以大量嘅量產。呢個就係呢一個比亞迪要超越咗 Tesla 成為全球第一，維持咗好短時間，因為內需崩潰，失去補助。如果佢咁咧，佢一定係失去補助㗎啦。呢個就係 Tesla 喺北美同歐洲都有本土化。而且佢嘅充電網絡係有壟斷性地位，呢個你好難同佢比嘅。而係 Tesla 咧，雖然喺呢個中國減咗少少，喺歐洲減得多，但係佢又有啲國家咧，佢係打到啲市場翻嚟。佢喺土耳其、喺韓國、
係賣好多車，喺挪威賣好多車，呢個唔係歐盟入邊。台灣都賣好多車，香港都賣好多車。Tesla 係打到好多新興市場翻嚟嘅。中國地方政府而家債務危機啊，過去慷慨嘅購車消費券、企業補貼已經做唔到啦，要收縮。比亞迪咧係好多個城市嘅納稅大戶，銷路下滑，稅收減少，政府咧就唔肯幫助佢，變咗惡性循環。呢種依靠行政命力支撐嘅市場環境，一旦財政工具耗盡，市場規律嘅報復將會猛烈而迅速。仲有一樣嘢，就係嗰個新能源車啊！呢一個係其中嘅優勢啊，當日起啊，就入嗰啲大城市度咧，你唔可以，你要有個牌，然後先至可以賣車噶嘛。咁咧就要搖號嘅，即係要攪珠嘅。新能源車唔使，電動車唔使。咁但係咧，電動車多到某個程度咧，你就會塞死條街嘅咯。所以咧，結果都要搞號嘅，結果要搞珠嘅。一搞珠咧，電動車嘅銷路咧就冇咁好嘅。中國車媒宣稱中國由產品輸出變咗生態輸出，即係咧我係俾你，於是咧你咧就可以用電，唔使點汽油啦，減少污染。但係喺海外市場，中國標準同服務體系遇到文化同埋法律嘅挑戰。喺數據隱私高度敏感嘅歐洲同北美下，中國車企嘅攝像頭同雲端連接係安全風險，覺得你偷佢嘅私隱嘅。冇豐田大眾嗰啲幾十年嘅售後配件服務，生態喺海外變咗係孤兒車，呢個係嚇。而美國當然就限制佢啦，佢完全被排除喺美國外邊啦，墨西哥起都唔得啦，呢個係始終係跛腳鴨嚟嘅。主要投資機構已經下收比亞迪嘅每股預測，係會跌得好快嘅。如果跌30%咧，比亞迪就蝕本㗎啦。呢個就係呢個係公司2018 7個 gigawatt 嘅電池裝置量雖然巨大，但係如果賣唔出去，呢啲電池產能又係大鑊嘅。呢個就係我哋睇下呢個預測嘅股價，呢個預測嘅股價，呢個有人預測過最高嘅175蚊，呢個高嘅高線129蚊，中嘅91蚊，悲觀嘅係81蚊，而家係90蚊度啦，喺呢度啦，呢個係比亞迪嘅垂直整合模式喺產量急速下降嘅時候大鑊。我已經講過，垂直唔係一切嚟㗎，垂直你冇咗 flexibility 嘅，即係咧而家呢一個 Tesla 都走向垂直。佢以前啲零件咧冚唪唥俾出邊做嘅，而家咧就係有精煉鋰同埋呢一個工廠，同埋呢一個做4680電池咯，呢個就係咁樣咧冇咗彈性㗎。你起間工廠，如果你生意唔好嗰陣時咧，嗰間工廠你嘅銷路一少咧，個工廠嘅折舊咧就攤晒落嚟你嗰度。你一定要幫襯自己，如果唔係間工廠咧就死咗。人哋平過你咧，你都唔可以幫襯人哋。因此你做精煉油或者4680，好似 Tesla 咁咧，你要諗清楚，你呢樣技術係獨特嘅，係平過人，係長期有利嘅先至可以做。如果唔係咧，全部垂直整合咧，好多時咧係捉蟲嘅。呢個係比亞迪自己承擔。嗱，當時2022年全世界停擺嗰陣時咧，佢就好着數啊，因為人哋根本冇零件，你有而你因為自己做就平啲，嗰陣時全世界炒零件好着數，而家就唔係。你有乜嘢把握？你啲零件做得平過人先得㗎。人哋街道嗰啲有辦法慳，有辦法創新，比起你比亞迪啲大公司咧，啲零件可能買翻嚟係比你做平噶嘛。由礦產到晶片全鏈條嘅風險係太過緊嘅呢個缺乏靈活性嘅。一旦銷路，如果我話俾你聽，唔使超過30%，維持30%，
1月係咪偶然嘅現象？我哋睇多2個月，如果維持30%或者多過30%，比亞迪危矣。雖然1月整咗長續航版，但係呢個插文，但依然係跌28.5%。消費者對於呢啲改變咧係冇意思㗎啦，呢個係比亞迪好多種車型，你要 keep 嗰啲車型嘅變體，要好多人去做嘅，好多人去搞，同埋售後資源嘅分散，比亞迪陷入咗研發投資大，市場反應少，係越嚟越大鑊。小米啲新車型上市，重新定義咗個價值主張。呢一個電動車係更似係一個電子嘅裝置，而唔係一部車咁於是咧就佢有幾個特性譬如咧你嗰個同埋其他電子裝置嘅 compatibility 即係小米咪用個手機嚟到指揮嘅咯，係咪？呢個 Tesla 咧亦都係。Tesla 嘅智能座艙係好犀利啦，唔使講啦，呢個就係個自動駕駛好犀利啦。你係要講整體呢啲智慧同埋個電動車嘅結合嘅。比亞迪變咗係舊一代嘅電動車，淨係做架電動車出嚟，產品設計冇靈魂，唔知你嘅特色喺邊度，而且高度同質化逐漸失勢。華為嗰啲賽力斯問界智能上遠遠超過佢嘅，小鵬又係智能上遠遠超過佢嘅，佢就變咗低端製造。一低端製造喺大陸嘅紅海入邊咧就大鑊啦。呢個舊年成年佢喺中國呢個係能源車嘅銷售，喺中國340幾萬，有幾十萬架出口啦。吉利150萬喎，兩吉利呢個極氪同埋乜嘢？長安其實都係好多係50，呢個係50嚟嘅，呢啲係嗰啲平價車嚟嘅。Tesla、鴻蒙智行、奇瑞好多係出口嘅，奇瑞係零跑，舊年跑出嚟，但係後力不計嘅。賽力斯其實係問界嚟嘅，小米喺呢度。好啦，大家睇下呢隻 NMN 夏文汐同我哋做代言人，我哋睇一條片先。點解我 keep 得咁好？今次去韓國就係為咗補貨呢隻 Hankook Life Longevity Complex (NMN). 韓國萃取技術結合5大逆齡成分，每日2粒 NAD+ 激增，仲有白藜蘆醇、亞精胺同 TMG 抗氧化，同時修復細胞，為身體打造長期健康基礎。咁神奇，邊度有得買啊？香港似貓貓網上店同實體店都有售㗎。想同我一樣青春常駐？快啲行動啦！好啦，嗱呢隻嘢咧係神奇黃金配方大家要真係如果有研究嘅就知道，每日食450mg 呢個 TMG 白藜蘆醇、亞精胺呢個維他命 C 係有晒4種防衰老嘅要素，第2盒7折。係1316啫，而且咧買一盒咧仲送一個臘腸俾你添。有科學論文嘅證明嘅，你 scan 入去睇下點解 NMN 白藜蘆醇同亞精胺夾埋係可以抵抗衰老？點解呢一個係呢個亞精胺加埋 NMN 咧係有互補嘅作用，係令到嗰個抗衰老嘅元素咧好好多，有個醫學分報告喺度，大家 scan 入去睇下，唔係空口講白話㗎OK。迎春接福，又到咗家人團聚嘅時間啦，一齊享受翻個熱辣辣嘅盤菜啦，真係好幸福嘅。新春盤菜8人份量同12人份量，俏貓貓搜羅最名貴嘅食材係加咗料嘅。今次有富貴原隻12頭鮑魚、如意鮑汁、花膠筒、韓國大蠔豉、原粒北海道瑤柱，唔少得嘅花菇啦，呢個南乳豬手粒啦、螺片啦、豬肚啦、家鄉炆腩仔啦、爽滑蝦丸啦、炸魚蛋啦、富貴貴妃雞啦、
配埋好意頭嘅富貴發財，即係發菜、蘿蔔、芋頭枝竹，形質豐富又足料。8人份量，原價1488，新春價1288。12人份量，原價1988，新春價1688。門市同網站咧都有得訂嘅，即日起到2026年2月9號，價格包埋送貨服務，偏遠地方除外。注意，今年嘅送貨咧只喺樓下交收唔想送上樓嘅。而材料、而村屋咧就喺村外交收，送貨日期2月7號到2月20號，預約送貨要5個工作天。大家可以咧嚟門市自己攞嘅喎，如果嚟門市自己攞嘅咧，會送一個古法羊腩煲俾你哋嘅。由於新鮮喺香港製造，每日數量有限，售完即止。希望大家食過新春盤菜，身體健康，福滿團圓。